最近一则德国断电组中起加班的新闻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在一次演讲中指出，有些德国企业为了防止中国企业在周六日加班，在周五下班时会强制关闭整栋办公楼的电源，以防止中国企业加班内卷。在西班牙巴塞罗那，也有本地零售物流商向政府提出要求，不允许中国企业周末加班。此言一出，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很多网友表示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。在我国还在遍地996大小周的今天，德国已经打着反内卷的大旗拉了电闸。近些年关于企业996工作制和狼性加班文化的新闻不断上热搜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争议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，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不断攀升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5年以来，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逐步上涨。2023年的49小时周平均工时为近20年新高。此外，工作时长增速也在加快。2015至2020年，周平均工时增幅为 1.5 小时，2020至2023年增幅为2小时，以每年52个工作周计算，相当于2020至2023年个人工作时长增加了13天。进入2024年，这一趋势并未得到缓解，甚至有进一步上扬的趋势。7月15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6月周平均工时为 48.6 小时，为近6年同期次高，比2019年同期上涨 2.9 小时，超过6天8小时工作制。此外，今年1月、2月以及5月的周平均工时均为最近6年同期新高。在国外，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不同的反应。一些人认为德国企业的做法是对员工权益的保护，体现了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视。据相关数据显示，德国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36到40小时。相较于国内一些公司推行996、007、大小周等工作制，德国目前每周工作5天，每天工作7到8小时的工作时长已经是非常注重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了。但是在德国市场劳动力短缺、经济不景气的当下，德国人还开始构思起如何进一步削减工作时间，即在2024年如何真正推行一周只工作4天。在2022年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发布了各个国家的平均工时对比。德国以年平均工作时长因341小时位于倒数第一，我国则以年工作平均工作时长2548小时荣登榜首，基本是德国工作时长的2倍。不但如此，德国在2024年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劳动法改革，包括推行4天工作制，增加儿童病假福利，上调最低工资，调整社会保险费率，引入职业培训和进修教育新法等。这些改革旨在提高工作效率，改善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平衡，提升员工满意度，并促进经济的整体健康发展。4天工作制的试点项目在德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实施。2024年2月1日起，德国有45家公司参与了为期6个月的每周4天工作制试点。这些公司的员工在薪资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，将工作时间由1周5天调整至4天。该试点由咨询机构 Entrepreneur 负责协调，实验过程和结果由德国明斯特大学进行科学评估，最终报告可能会在10月份正式发布。当然了，我国的内卷文化的形成有很多原因，比如资源的过度集中以及社会压力的加大等等。但这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中国企业，我们中国还是有很多优秀企业的，他们无论走到哪，都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，尊重当地文化，用实力打响中国品牌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。所以说呀，这次断电风波对某些还活在过去的企业来说，不失为一记警钟。某些企业应深刻反思自身行为，
认识到加班文化并非在所有地方都适用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企业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效率和产出，更在于能否融入当地社会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只有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，才能赢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信任，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。例如，一些在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，由于不了解当地法律，过度加班，导致被当地政府处罚，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形象，也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据统计，因违反当地工作时间规定而被处罚的企业，平均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。同时，国内企业也应从德国拉闸事件中吸取教训，杜绝恶性加班。企业要认识到，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同样重要。过度加班不仅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，还可能导致员工的身心健康问题。面对德国断电这出闹剧，我们究竟该反思什么？是中国企业的内卷文化，还是国人的加班观念？是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短视，还是漠视劳工权益的傲慢？对于出海中企的未来发展，我们又该如何把握方向，坚守底线？在利益与良知、GDP 与幸福感之间，我们该如何寻找平衡？这断电风波背后，其实是一个沉重的命题。对此，你怎么看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南哥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一个关注加一键3连，我会持续关注热点话题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